大家好，我起床了。今天我们来做麦芽糖，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有年代感，但做点心会被频频用到的糖。它经常被拿来当做有保湿功能的胶水，加到各种甜点里。前几天本来想熬点胶水来做红豆沙，然而不小心在捣鼓麦芽糖的路上越走越远。不过收获不小，在得到了3-4种谷物做成的麦芽糖之余，甚至还开发了一款神奇的调味料。一会儿我们再来演示它的功效。现在还是先从麦芽糖说起吧。传统的麦芽糖可以用大麦，也可以用小麦。下期我们会讲的大麦。这期我们先用更常见的用来磨面粉做包子、馒头的小麦，把小麦粒浸泡过夜，让它们做好发芽的心理准备。等它们从干涸中苏醒后，挑出残损的小麦粒，剩下的健全种子们有空就浇水，让它们保持身心湿润，很快就会萌芽生根。当嫩芽长到4到5厘米的高度，就是它们最想被熬成糖的时候。我们把它们连根揪出来，簇拥在里头的麦芽是黄色的，种在外面照到阳光的麦芽会开始泛绿。绿色的麦芽做出来的糖会有一点点青涩味，不过影响不大，毕竟春光总是防不胜防，而绿色又是世间最美妙的颜色。懂事后的麦芽徒增了3000的烦恼丝，体重也是之前的2倍多。安顿好了麦芽，我们就来煮饭。我这用的是糯米、大米、小米、玉米碴，各类干粮其实都可以，像煮饭一样煮熟糯米，放凉到微温，再把洗干净的麦芽打碎。大家也可以不加水，直接用刀切碎。我这里打的是20克小麦粒发出的麦芽，对应的是刚刚煮熟的200克的干糯米。传统的麦芽糖，小麦粒和各类干粮的比例大约维持在1:10。说实话，用这个并不好打，每次打完都要扣半天的根。我们把麦芽糊和刚刚煮熟的糯米饭混合均匀，再将电饭煲调成保温档。耐心地等待麦芽和糯米在50摄氏度上下的欢愉里发生奇妙的转变。5个小时后，糯米终于被麦芽掏空，软塌塌的身体显得越发的瘦长，渗出来的液体尝起来也甜得不知所以。我们把它们过滤出来，尽量一滴不剩。留下的被榨干的躯壳味道往往不是很好，但几位不挑食的小伙伴们吃得很开心。剩下的糖水我们继续熬煮，浓缩出来的就是麦芽糖了。因为量不多，大概熬了半个小时，就能够看到它变得越来越粘稠，拉出来很快就凝固了，能够缠绕成糖直接吃。但一般做点心不需要熬到这么浓稠，可以早点倒出来，保持稀一点的状态，方便每次取用。视频到这里只播放了2分钟，而至此我已经搞了1个星期，之后我又接着搞了2个星期。我们一会儿再说，这里我们先短暂的叙叙旧。3年前第一次做麦芽糖的时候，在最后一刻被我按成了煮饭键，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起获一锅烂熟的稀泥，只好又重新发了一遍小麦芽，再次等它长到4到5厘米。那为什么小麦一定要等到这个长度和温度时才愿意工作呢？和很多种子一样，熟睡的小麦粒作用着长辈们留下来的一大笔淀粉，不过淀粉的面额比较大，平时花不出去，只有当雨水把小麦们叫醒后，他们才开始忙着造工具，把巨额的淀粉剪碎成小面额的糖，供自己花。这些大大小小的工具就是各类的酶，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大剪刀阿法淀粉酶和小剪刀贝塔淀粉酶。2种剪刀有各自的分工，而且它们的数量也不一样。小剪刀其实小麦家里一直都有库存，但它剪不动淀粉，它需要大剪刀帮它把淀粉剪碎一点，才能剪出最终需要的小面额的糖。而大剪刀他们家一开始没有，只有等小麦发芽后，大剪刀才会被火速的造出来。在小麦发芽到第4、第5天的时候，他在家里囤了一大堆剪刀，因为多的用不完。这个时候的他们见到别人家的淀粉也会去帮忙剪一剪，但他们的工作温度不能太烫，不然剪刀们会坏掉。而2种剪刀都很适宜的工作温度大概在50摄氏度左右，也就是电饭煲的保温档。刚刚经过5个小时的一顿乱剪后，锅里被小麦拿小剪刀剪出来的一些价值2分面额的糖，就是我们尝起来甜甜的麦芽糖。发芽的小麦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想看看家里另一个能发芽的谷物糙米是不是也藏了一堆剪子。有些小伙伴可能不太熟悉糙米，其实它们就是身心健全并且穿着衣服的大米。总之给点水就能发芽，同样的步骤把发芽的糙米打碎。依旧是和煮熟的糯米共处一室，5个小时的保温发酵后，尝起来居然也是甜甜的，还是把糖水过滤出来之后再熬煮。于是我意外地收获了一瓶米芽糖。那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米芽糖呢？可能米芽实在太容易发霉，一小漏斗的米芽，我几乎是花了2个小时，一点点洗干净，挑出那些没有发霉的种子。
不仅如此，糙米的发芽要比小麦来得慢一些。不过即使是长得快的小麦，每次也要发个好几天，而且好不容易发好了，又得赶紧全部用完。有没有办法让事情变得更可控一些呢？直到我看到小麦家里大大小小的剪刀在风干和干冻处理之后的活性对比，也就是说小麦芽在冷冻或者晒干后还是能拿着剪刀到处帮别人剪淀粉。那么如果它能够晒干或者冷冻保存，就不用每次都提前1周来翻麦芽了。不过风干的剪刀没有干冻的剪刀好使，尤其是大剪刀，晒干后2/3都报废了。那我们先试试冷冻的剪刀到底有多好使。拿出一部分小麦芽，让它在冷冻室里待1个星期，依旧是打碎，然后和糯米。你猜怎么着？ A.M. Corda and R.J. Henry 诚不欺我也，果然是甜甜的。于是我又发了更多的小麦冻起来，这样一来小麦就能带着剪刀随叫随到了。那既然我一开始是想做红豆沙，那我们就不用加糖了，干脆就派小麦直接去把红豆泥给和成甜的就好了。保温发酵5个小时后，好像没什么变化，都没渗出什么水，但尝起来有一种特别淡的甜味。可能小麦家的剪刀不太适合剪豆子家的淀粉吧。最终我还是收获了满满的一杯麦芽红豆汤。尝起来带一点点酸味。我又想到了很多韩国甜点会用到的水饴，也是麦芽糖的一种，但据说是用木薯粉发酵出来的。那我们接着派小麦芽去干加根茎植物木薯的淀粉吧，2个混一块儿，依旧是电饭煲保温发酵5个小时后，我感觉这个甜味有点捉摸不透，飘忽不定，就是甜的不是很自然。但是这种不自然的甜味在熬煮之后又变得很正常了。最后自制的水饴带一点点褐色，产量也很低，但是要比红豆多一些。至此冷冻的麦芽被我和完了，我还是决定试试风干的效果。于是我又发了一批小麦芽拿去晒干，然而刚晒上1天就遇上阴雨天气，最后半吹半晒风干了4天才彻底弄干。同样是弄碎了再用，打碎它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也许这坨剪刀早就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报废了吧，并且在思索，事情伊始，我是想熬点麦芽糖做红豆沙青团，怎么一转眼就到了夏天。打出来的粉并不多，考虑到它的活性没有冷冻的强，我准备全都用了，然后又加了点冷开水帮助麦芽粉分散开来，依旧是和煮熟的糯米混合均匀。5个小时保温发酵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盖子，发现它们居然依然有效，渗出了很多水，而且尝起来也是甜甜的。虽然用量多一些，但麦芽粉要比新鲜小麦芽好保存得多。望着打粉机盖子上残余的粉末，我突然想，只要磨得足够碎，它不就是个产品吗？第2天，我往早餐熬好后的小米粥里头放了一点，搅和搅和，让它再保会温。1个多小时之后再来吃，粥比之前稀了很多，尝起来也变得甜甜的了。这可不就是万物变甜粉吗？我要留点明年愚人节的时候往饭里面撒。只不过春天的食物红豆沙青团被我折腾磨叽到了夏天，而且看起来还要更久。因为此刻的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一位非常善于用麦芽粉的邻国和他的一个特别适合夏日的饮料，另一种麦芽酿出来的神仙饮品，清凉解暑的韩国甜麋鹿。我们下期一起来试试吗？